以色列建立复仇小队，专门负责追踪打击哈马斯精锐部队成员。哈马斯威胁以色列国防军立刻停止所有进攻行动，不然加沙将变成地狱。问题来了，哈马斯哪来的底气要求以军停止行动？他们的威胁有作用吗？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据以色列时报和耶路撒冷邮报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和摩萨德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尼里，其内包括外勤人员和情报人员。该行动小组将独立于以色列其他指挥和控制单位运作，专门负责追踪和打击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成员，以报复该部队在10月7日对以色列控制区发起的大规模袭击行动。努赫巴部队是哈马斯卡桑旅的重要战斗单位，其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有精英的意思。以色列国防军称，努赫巴成员由哈马斯领导层挑选组成，专门负责实施伏击、突袭、狙击、渗透等任务，经常使用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等武器发起袭击。虽然尚不清楚有多少士兵在该部队服役，但据说尼里特别行动小组已经掌握了全部涉案人员的姓名和照片。在数轮对加沙的空袭中，就至少有2名努赫巴指挥官和10名成员被打死。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态度，其国防部长加兰特20日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宣称，以军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并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政权。加兰特还放出狠话称，哈马斯成员有2种选择，要么战死，要么无条件投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将哈马斯称为血腥的怪物，发誓要摧毁哈马斯。由此可见，以方对消灭哈马斯的决心。那哈马斯对此是何表态？面对不一个量级的对手，他们又会怎么做？根据火力军查到的信息显示，面对以色列誓要摧毁哈马斯的宣言，哈马斯发言人只是简单回应称不会害怕。哈马斯为何如此有恃无恐呢？火力军认为有2点，一是哈马斯修建的加沙地道网。据加沙境外的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军事领袖穆罕默德·戴夫和政治领袖叶海亚·辛瓦尔正在加沙的地道网络中活动，这些地道被用于抵抗以色列的大规模轰炸。关于加沙地道的详细内容，之前火力军频道已经专门进行了讲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列表翻看。但火力军感觉哈马斯有些低估以色列的军事实力了。据全球火力指数数据显示，以色列国防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拥有16万9500名现役军人。最近，以色列当局又从总共46万名18至40岁的非阿拉伯公民中，召集了约36万名预备役军人接受年度培训，人数是哈马斯的7倍以上。同时，以色列拥有远超哈马斯的武器库，包括先进的导弹艇、坦克、攻击型直升机和大型无人战斗机队等。其中又以空军优势最为突出，以色列空军主要由美国尖端飞机组成，包括数百架 F-16 和 F-35 战斗机。除此之外，以色列的特种兵还是世界上最具实战经验的部队。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以色列国防军连续参加了多次中东战争和无数小型冲突。虽然随着时代变化，国防军的目标从大国竞争转变为特种作战，为此，以色列从国防军中分化创建了大量的特种部队，且每一支都有自己的长处。如擅长地道战的亚哈洛姆突击队，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道战部队之一，其专门负责寻找、清理和摧毁隧道，拥有在地下工作的无线电和导航、热成像和其他技术，有在完全黑暗中观察的夜视镜，以及一套远程或线控飞行或爬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危及士兵的情况下查看和绘制隧道地图，又或是擅长营救的第3突击队。此前，以军在 YouTube、推特等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是夺回被哈马斯占领的以色列南部地区的某军事基地。从发布的视频来看，以色列出动的萨耶雷特部队应该是海军特种部队之一的第13突击队。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以色列其实很少提及特种部队字样，而是将其定位为执行特殊任务的侦察队或巡逻队，称之为萨耶雷特。
当时萨耶雷特队员全副武装靠近一个基地，随后隔着基地入口与基地内部人员展开火并。据推测，基地内部的是哈马斯成员。在接下来的画面中，以军抓住一名疑似哈马斯成员的男子，并将其推到墙上进行了制服。紧接着是进入基地内部的画面，并来到了疑似关押人质的空间。事后，据以军称，在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萨耶雷特部队就投入到了复仇作战中。在苏坡、卡法阿扎、沙阿德、尼勒奥兹等地击毙了60多名哈马斯成员，解救了250名被困人员，并逮捕了26名哈马斯成员，其中包括哈马斯海军副指挥官穆罕默德·阿布安里。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哈马斯手中的2张底牌作用不大，同时也反映出以色列特种部队虽然多，但作战素质是一点也不差。事实上，以色列特种部队的筛选极为严格，想要成功加入以色列特种部队，犹如进入天堂的窄门一样困难。在进入实际筛选阶段之前，负责招募的以色列特种单位就会事先对新兵的各科成绩进行考察，优中选优，以确保挑选的士兵都有成为特种兵的潜力股。然后通过以色列每年2度的特种部队日，让其拥有参与特种部队考核的资格，也就是特种部队的新训门票。同时，这也是加入以色列特种部队最快的方式。考核内容包括基础的体能、精神耐力、团队合作技巧等，测评范围非常广泛，而考核官也会在过程中实时观察，并记录参考士兵的各项数据，为第2阶段提供参考依据。因为第2阶段的筛选将决定通过者的去处。以色列特种单位非常多，如塞瑞特·麦凯拉特种部队、沙达空军突击队、海军军官空军战斗紧急救援队，以及第13两栖突击队和战斗潜水队等。所以在这个阶段，各个特种单位会参考第1阶段记录的数据，来向通过者发出邀请函。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成绩突出又刚好符合多个部队招募要求的新兵，会收到不止1份邀请函。在拿到邀请函后，新兵也将迎来对应特种单位的考核，其中又以塞瑞特·麦凯拉的考核最为严格，往往都会刷掉2/3的新兵，因为塞瑞特·麦凯拉只要最强者。自1957年成立以来，塞瑞特·麦凯拉就以强大的侦察、反恐和救援能力而著称。据说当年就是该部队参与的霹雳行动，成功解救了102名人质。这支部队接受过类似于美国三角洲部队一样的特别训练，装备有精良武器，并始终处于高度准备状态，是以军专业的反恐特战部队。当然，每支部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考核的难度自然不同。如海军军官和战斗潜水队和美国的海豹6队一样，都注重水下作战，且对心理承压和智能的要求比体能要高。可以说，每个过选的新兵都会去往最适合的部队服役。另外，进入以色列特种作战单位的方式其实并非只有特种部队日这一种。像前面提到的亚赫鲁姆突击队，其成员战斗工兵就是从新训结束后的新兵中邀请最有能力者加入考核。在考核中，新兵必须通过4天的密集测试，以确保新兵在高压下的自我纪律、创造力、反应力仍能达到特种部队的需求。而能通过的新兵则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受训，他们将成为一群能够搜索、破坏地道、拆卸炸弹、处理非传统威胁的特种战士。其他特种部队如 LOTA 反恐部队和 OKS 军权部队都是在特定的步兵单位中挑人，其中只有 OKS 军权部队可以接受女兵，当然入选条件是一样的，无论男女都必须接受统一的筛选、训练和考核，通过后才能执行搜索炸弹、抓捕罪犯等危险任务。至于特种部队的个人装备种类太多了，我们简单说几个共通的。首先是突击步枪，以色列特种部队除了使用美国的 M4A1、卡尔15以及从敌军手中缴获的 AK 系列外，其现实主力步枪为塔沃尔突击步枪。以色列塔沃尔是设计出色的无托步枪，由以色列武器工业专门为特种部队以及通常不使用长管突击步枪的军事人员研制及生产的独牛式突击步枪，亦可通过套件包转换成冲锋枪，是其前代枪塔21的紧凑化新版。其枪托系统与原来的塔21的形状有明显不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护木前端具有向外扩展的喇叭形扩口处理，以防止使用者在黑暗等情况下使用时，手指伸到枪管前方而受伤。
同时，由于不再使用原来的 Mars 红点镜，因而取消了镭射瞄准器开关。2009年，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塔沃尔 X95 被选定为以色列军未来的标准步兵武器。其他装备，冲锋枪是以色列自研的 IMI 微型物资，狙击枪有以色列的加利尔和美国的 SR-25 和 M24。作战服要么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棕色军服，要么就是军绿色作战服等等。大部分装备都是根据不同作战单位而定。总之，哈马斯想利用地道和人质让以色列放弃行动，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好了，你还知道哪些以色列特种部队对哈马斯有恃无恐的态度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